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的资本底牌藏在哪部爆款剧里？近日，上海竟佑影视文化工作室悄然注销，引发了娱乐圈内外的高度关注。作为谭松韵独资成立、注册资本达100万的影视平台，该工作室曾被视为他事业版图的起点。3年之后的无声退场，却如石沉大海，留下一连串问号。不仅如此，他名下其余2家工作室也几乎在同一时间相继注销，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将谭松韵个人资本彻底按下了清除键。于是坊间纷纷猜测，谭松韵是否准备退圈，还是正在进行一场资本层级的重组大戏。然而，与这种资本退场的迹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演艺事业上的高调回归。蜀锦人家、逍遥兰香如故3部新剧轮番登上热搜，各类话题持续霸屏，播前关注度、平台投入以及招商反响皆表现不俗。这样的剧目阵容不仅回应了退圈传言，更预示着他事业版图的再度升级。那么，在工作室清零、话题高涨的反差背后，谭松韵的资本底牌究竟藏在哪部剧里？或者说，他的核心竞争力是否早已超越了资本布局本身？个体资本的困境与转型，工作室清零背后的深意。谭松韵早年成立个人工作室的初衷，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掌控资源，提升话语权。作为演艺圈一线女演员，拥有属于自己的话事平台，是不少明星转型制片人、内容主导者的第一步。然而，近年来随着监管政策的收紧，明星资本化遭遇审查，以及税务合规压力剧增，个体工作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尤其是在政策层面趋严的背景下，单一艺人主导的工作室模式已不再是主流选择。对谭松韵而言，主动注销工作室很可能并非退出，而是一场资本布局的换道超车，将个体资产收拢至幕后，更利于与头部平台、成熟制作机构形成资本合作关系。例如以家人之名、像风儿行等多部代表作背后，均有华策影视的深度参与，而华策正是目前国产剧市场中最具话语权的影视集团之一，其背后亦有万达系资本的支持。谭松韵在这些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或许正说明了他与大型资本之间的合作日趋紧密。踩准题材节奏，他如何用小而美剧集逆袭资本逻辑？谭松韵之所以能在资本风云中脱颖而出，除了演技与颜值的稳定发挥，更重要的是他选剧策略背后的一种市场嗅觉。他的团队被业内称为市场猎手，精准判断题材风口，在不同阶段推出合适的作品，避开流量内卷，抓住国民审美。从最好的我们青春剧红利，到锦衣之下的古装甜宠，再到以家人之名、城市亲情题材崛起，每一步都显得恰到好处。这些剧虽然成本不高，但口碑极佳，转化率高，极具招商价值。这种中成本、高口碑的打法，正中资本稳健型投资的下怀。尤其在当前影视市场谨慎投资、广告主趋于理性的大背景下，谭松韵所代表的高转化加低风险价值模型，自然成为各大平台争抢的对象。它与爆款剧的捆绑，表面看是流量和人气的叠加，实则是它能持续为资本带来内容价值的表现。从蜀锦人家到逍遥，它的社会情绪雷达有多敏锐？演员能否成为资本宠儿，除了要能带来流量，还要具备引导舆论、营造情绪共鸣的能力。而谭松韵显然是一位拥有社会情绪雷达的演员。在蜀锦人家中，他饰演的角色搞钱人设一度引发社交媒体热议。在经济下行的当下，观众对于自主创复职场逆袭的情节天然感兴趣。
这种角色设定不仅引发了话题讨论，也顺势成为多个品牌的广告投放契机。而即将上线的逍遥，虽然尚未播出，但谭松韵的白发红衣造型早已刷屏多个平台，未播先火，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国潮加反套路的情绪需求。在仙侠剧频频陷入审美疲劳的当下，谭松韵的造型与人设反其道而行，激发出观众的视觉新鲜感和情绪预期值。资本最看重的是内容的破圈力，能否将小众题材做成大众话题，能否将冷门赛道转化为爆款资源。而谭松韵恰好具备这种从剧到事、从角色到现象的引爆能力，这种软实力是资本难以复制的稀缺资源。与资本共舞，他真的绑定了万达系。一直以来，关于谭松韵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总带有一层半遮半掩的色彩。坊间盛传他与万达系存在隐性绑定，从资源导入的频率，到项目协调的便利，再到新剧招商渠道上的默契支持。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他已不再是单打独斗的自由演员，而是在资本结构中占据关键一环。2023年，一则关于他隐婚华汉的谣言引发热议，尽管迅速辟谣，但背后的资本推测却愈加扑朔迷离。而在兰香如故开机之际，湖南卫视突然对其待播剧单进行调整，疑似与其他平台在档期上的博弈已将谭松韵卷入资本暗战。有人说他是在借华策上位，也有人认为他是主动投怀送抱。但从实际表现来看，谭松韵始终保持了某种独立性，他从未签约任何一家公司，始终以自由身份参与各类制作，却又能稳坐核心女主的位置。这种平衡术，也许正是他资本布局中最巧妙的一步。工作室注销谜团，是避税，还是战略抽身？连续注销3家工作室，确实引发了大量猜测。一种主流说法是税务合规，随着监管加强，多地加强对明星工作室税务的稽查，一些明星选择主动注销，转而通过正规影视平台进行合作，以规避高收入风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一场资本结构调整，谭松韵或许正在筹划更大层面的资源对接，工作室作为第一阶段的工具已经完成使命。为配合新的资源通道与融资计划，必须完成资产清零与重组。也不排除第3种可能，为规避明星资本化监管风险。在娱乐行业频频发生资本绑架内容的背景下，国家政策明确提出反对流量为王，整治为资本论。此时演员若以低调姿态示人，反而更容易得到主旋律项目与核心平台的青睐。真正的底牌不是资本，是国民度。归根结底，资本会选择谁，不完全取决于资本本身，而是观众的选择。谭松韵之所以在剧集市场屹立不倒，正因为他拥有一张任何流量都难以企及的童颜滤镜，他的角色总能唤起观众最真实的情感共鸣。他既可以是青春校园里的耿耿，也可以是职场拼搏中的小白，更可以是仙侠世界里的逆风者。在他身上，你能看到少女的温柔，也能看到女性的坚韧。这种可塑性和真实感，是任何资本包装都制造不出的。所以我们说，他的资本底牌也许并不藏在某部爆款剧里，而是藏在每一部剧集背后观众给他的认可、喜爱与信任之中。正是这份穿越时间的国民度，让他不需要高调的资本曝光，也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结语：资本的棋局，观众才是真正的执子者。在这个资本裹挟流量的时代，许多演员在一夜成名后迅速消失，而谭松韵却用了10多年，在一部部小而美的剧集中稳扎稳打，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他不靠绯闻博关注，不靠争议抢流量，却在每一个项目上都交出稳定回报的答卷。工作室的注销或许只是资本调整的一步棋，而他真正的杀手锏
从来不是资本，而是观众。而当观众站在他这边时，资本只会加速追逐，而不是选择舍弃。或许我们无法看清娱乐圈所有的真相，但至少可以肯定，一个真正懂市场的演员，一个始终尊重作品的创作者，是不会被轻易清除的。